咱们大宋就只剩一半地盘了，那岳飞还要天天打仗啊，官家。一半？什么一半？地图，快拿来给我看看，真要看看这一半是多少。这么个剩一半。是啊，进贼势大，咱们偏安江南，那岳飞还要天天嚷嚷着打仗，还要北伐，这是在拿社稷做赌注啊！官家必须要杀了岳飞，尽快和金人议和啊！只要杀了岳飞，金人就答应化淮和魏界，咱们就能过完生日子了。北伐了，在我的临阵讨贼，悠悠苍天，何薄于我？相父到死都在北伐，相父做的决定是不会错的。官家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岳飞在诛仙阵拥兵自重，名为北伐，实则意在逼宫，不听君命。若官家能除此患，不仅冯延可息，太后亦可难归，此乃一举两得，社稷之福。社稷，秦襄公，你口口声声为了大宋社稷，朕且问你，这大宋的社稷究竟是什么？自然是赵氏宗庙，是江南的百万生灵，是这临安的繁华。大错特错！朕告诉你，大宋的社稷不是赵家的一姓私产，它是黄河以北2000万沦陷的父老，它是燕云16州那200年未归的汉家冤魂，是太祖皇帝那一根盘龙棍打出来的脊梁。你让朕化淮河为界，朕问你，淮河以北的百姓难道就不是朕的子民？他们交了赋税，养了朕这个皇帝，如今金人来了，朕却要把他们像扔破鞋一样扔给蛮夷。若是如此，这皇帝朕当的还有什么滋味？这大宋亡了也罢。官家慎言！太祖爷啊，咱们大宋的皇帝终于有个像男人的了。这还是那个听到金人名字就腿软的赵构吗？此乃权宜之计呀！任一时风平浪静，勾践卧薪尝胆。闭嘴！勾践卧薪尝胆是为了灭吴，而你呢？你是为了给金人当看家护院的狗。你说为了社稷，放屁！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然后得以西安寝。朕读过的书虽然不多，但朕知道跪久了，膝盖是生根的，站不起来的。朕以前是怕死，是想逃，但昨夜朕梦见了太祖，太祖告诉朕，汉家儿郎可以死，可以败，但绝不能跪着生。从今日起，谁再敢言议和2字，这把剑便斩谁的头。杨义忠何在？臣在。杨义忠，朕只问你一句，这殿前司的刀是姓赵还是姓秦？臣只认官家，既然姓赵，那就给朕把秦桧拿下。陛下，臣一心为国，绝无二心。一心为国，朕已查明你贪赃纳贿，陷害忠良。即日起收押天牢，待3司会审，明正典刑。官家变得不一样了。是金贼气数已尽，正当直捣黄龙，赢回2胜。不可为！放屁！明明是大有可为，明明是千载难逢。赵构啊赵构，你这软骨头不仅坑了你自己，还差点坑死了这位国士。哎，陛下，岳太尉到了，快宣！罪臣岳飞奉诏回京。官家是要杀臣，还是要罢臣的官？若是赐死，请官家准许臣回麓山为母守孝3日，之后任凭处置。相父，公爵，官家，您……朕昨夜梦见了一位故人，那是位白袍将军，当年也是这样一双手握着枪，在千军万马中救过少主的命。后来他老了，手抖了，还喊着要北伐，可惜那个少主没用，没能让他看见天下太平。朕不想再做那个没用的少主了，你也不许做那个含恨而终的将军。秦桧已经被朕下了大狱，这朝堂上的明枪暗箭，从今往后，朕替你挡。粮草辎重，哪怕朕去要饭，也给你凑齐。官家，这是拿着，胖君，朕今日不跟你讲君臣之礼，朕只跟你讲心窝子话。在离燕修院子，都区区朕在行，但在两军阵前排兵布阵，朕就是个废物。相父，不是梦里那位摇着羽扇的老人教过朕，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。从今天起，这仗怎么打，你说了算。你说往东，朕绝不往西；你想直捣黄龙，朕就给你守好大门。将在外，君命全都不受。官家，以前朕读《出师表》，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只觉得心如刀绞，那是千古的遗憾。诸葛丞相没能做完的事，朕希望你能做完。带朕的兵过黄河，赴中原，直捣黄龙。臣岳飞敢不效死，
不破金贼，誓不还乡。这才是值得老子卖命的官家。赶走！太重了，没什么用，容了能打不少箭头。这几扇玉屏风让杨义忠拿去当铺换现银。把镇御书房里挂的那几幅字画也摘下来，现在市面上炒得挺高，全卖了。这可使不得呀！这些都是祖宗留下的宝贝，是皇家的体面呀！你要是全卖了，这宫里可就空了。体面？金人打进来的时候，你跟他们讲体面？前线岳飞要打仗，还是中药吃饭？这些破烂玩意儿摆在这里，能当饭吃，能杀敌？朕读《三国志》，诸葛武侯教导后主，兵马为动，粮草先行。朕既然答应了岳元帅要给他斗底，那就不能食言。别说是这几幅画，要是哪天前线真缺钱了，朕把这申龙抛当了也无所谓。杨义忠，臣在。这宫里的东西虽然值钱，也是杯水车薪。要想让岳元帅在前线没有后顾之忧，还得找那些大虎药。朕给你500亲卫，即刻出宫去办2件事，请官家示下。1，去趟户部。那个户部尚书王四我不是一直跟朕哭穷吗？说国库空虚，凑不出30万担粮草。你现在就去，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让他给朕开仓。告诉他，前线将士在吃糠咽菜，他要是敢再扣1粒米，朕就把他加超了充军费。3天之内，30万担粮草必须运出临安，少一担，朕拿他试问。第2，顺道去趟死牢，送秦桧一程。岳元帅已经出征了，朕不想留着这个晦气东西过年。告诉他，朕要北伐了。大宋的伎俩是打出来的，不需要他这种只会跪着叫唤的丧家犬了。末将遵旨。谁？杨统领，您这是要造反吗？王大人，我是个粗人，不懂你们文官的那些弯弯绕。前线岳元帅已经出发了，30万担粮草。你那句国库空虚，敢不敢对着我的刀再说一遍？是实情，真的凑不出。放屁！满临安谁不知道你们这帮主和派，宁可把钱留着给金人当碎币，也不肯给前线弟兄们买口饭吃。官家说了，国库若是没钱，就去炒你们这帮人的家。秦襄公还在大理寺蹲着呢，你要是不想去陪他，就给我想办法。我也没别的本事，就会杀人。这刀要是收不住，你可别怪我。下官这就去个府筹措，2天内粮草一定发运。杨将军，是不是前线败了？我就知道岳飞那个莽夫打不赢。快带我去见官家，我有议和良策，金人那边我都打点好了。秦相公，你的梦该醒了。岳元帅已经实施北伐，3军士气如虹。官家说了，这次不把金人赶回老家，绝不收兵。不可能，赵构不敢的，他怕死，他怕2圣回来，让我见官家。官家没空见你，官家让末将给你带句话，朕要北伐了，朕在前面拼命，不需要你在后面添乱。大宋不需要武将，不需要北伐。安心上路吧。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赵构不是应该发金牌召回岳飞吗？秦桧不是应该断了宋军的粮草吗？为什么现在岳飞不仅没撤，反而像打了鸡血一样全线反攻了？四太子不光是岳飞啊，东路的韩世忠，西路的吴坚，还有那个手顺昌的刘基，他们都杀出来了。宋军这次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他们的箭矢像不要钱一样乱射。咱们的骑兵还没冲到跟前，就被射成了刺猬，而且听说宋军这次的粮草特别足，甚至还有多余的粮食去收买咱们这边的伪军和前军。现在好多前军都反水了。赵构难道真的吃错药了？不管赵构发什么疯，这大宋的江山我大金吃定了。传令集结主力，把我的铁佛图和拐子马全拉出来，我要在盐城跟岳飞决一死战。我就不信这帮南蛮子真能翻了天。这是牛肉。这还不算啥，看见没？这是官家特意让军期监赶制的。听说为了造这些，官家把修了一半的避暑行宫都给拆了，木头全拿来做弓弩了。官家万岁！官家万岁！
副帅，探马来报，金兀术把压箱底的15000铁浮屠拳调到盐城来了，看来是要跟咱们拼命了。拼命，正合我意。以前咱们因为粮草不足，朝廷掣肘，总是打打挺挺，让金兀术这老贼跑了一次又一次。这一次，官家把家底都给咱们了。咱们要是不能把这股金贼彻底吃掉，我就把这颗脑袋砍下来给官家当球踢。传令全军，明日决战，不设预备队，不留后路，北魏军全员下马。咱们就用步兵正面硬汉他的铁浮屠。我要让金兀术知道什么叫汉家男儿的骨气。武长天骄，劝与放下手中手，张口欲战。岳飞托大了，竟敢用步兵在平原上硬抗我的铁浮屠！儿郎们，给我冲！把他们踩成肉泥！稳住，稳住！给魏军，随我冲战！武长天骄，劝与放下手中手，张口欲战胜却有。宋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了？慢撤！回收兵粮！云雨来，暗作响。登军，咱们是不是太快了？岳元帅那边还在围攻汴梁，咱们孤军深入宿州，2翼没有掩护，万一金兀术……怕个啥？岳鹏举在盐城把铁浮屠都干碎了，金兀术那老贼肯定急着往北跑。咱们要是慢吞吞的，连汤都喝不上了。只要拿下宿州，就能关门打狗，把金兀术彻底毒死在黄河以南。弟兄们，官家给了咱们最好的装备，最好的粮草，咱们能给官家丢人吗？那就给老子冲！拿下苏州，老子请你们喝3天3夜的花酒。岳飞这块骨头太硬，我啃不动。可是韩世忠他太贪了，他为了抢功，竟然敢把侧翼露出来。四太子，咱们撤吧。撤？往哪撤？丢了中原，回去也是死。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传令，汴梁只留2000老弱一兵，虚张声势拖住岳飞，主力全部集结。连夜急行军，绕到宿州，先把韩世忠这路人马吃掉。只要吃了韩世忠，宋军的包围圈就破了，我们就能反败为胜。谢元，看见没有？什么铁浮屠，什么金兀术，全是纸糊的。带着你们3000轻骑一个冲锋，宿州城就姓韩了。这头功，老子拿定了。大帅，这宿州守的也太稀松了点儿，金人撤兵的时候连军旗都没卷，这不像那帮葫芦的做派。那是他们被岳太围下破胆了，传令下去，今天宿州城里的好酒好菜广告等写好了，咱们直接抄金兀术的后路，去汴梁跟岳飞会合。大帅，发现大规模骑兵是金兀术的中军。金兀术的中军？金兀术在汴梁放的是空城计，他的主力铁浮屠压根没去打岳飞，全猫在这等着咱们呢。韩世忠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韩世忠将军在宿州中伏，被金兀术主力包围，粮道断绝，危在旦夕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金兀术不是退守汴梁了吗？金贼交战，汴梁是空城计，主力全去打韩将军了。快下旨让岳飞撤回来！行了，岳飞一撤，汴梁就前功尽弃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看着韩世忠死？韩世忠已死，淮东就崩了，金人就能直插临安了。要不咱们先撤回长江以南？不是这种局面，当年先帝夷陵之战，就是因为分兵救援不及，才导致满盘皆输。如果现在召回岳飞，就错过了拿下汴梁的最好时机。不能动岳飞，岳元帅正在攻城的关键时刻，绝不能分心。韩世忠，战去救！官家，您去，您手里只有3万禁军，那可是金兀术的主力啊！官家万金之躯，怎可涉险？万金之躯，朕这身肉是值钱，但若是韩世忠死了，大宋的脊梁断了，朕这身肉就是金人案板上的肉。朕虽然不会打仗，但朕知道，只要朕的龙旗输在那儿，金兀术就得掂量掂量。杨义忠，臣在，点齐3万禁军，把国库里剩下的银子
之前缴获的牛羊，还有朕的御酒，全装车，朕要去苏州。朕知道你们怕，朕也怕。朕刚才还在想，等跑路算了。但是韩世忠就在那边，那是咱们的兄弟部队，他们快饿死了，快被人砍死了。这要是跑了，朕这辈子都睡不着觉。朕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这次出征，朕走第一个。车上的银子看到了吗？足足100万两。谁跟朕去救人，这银子就是谁的。谁要是能砍下金人一颗脑袋，朕赏他10亩良田。要是朕死了，你们就抱着银子跑路，但只要朕还活着，就绝不抛弃一个弟兄。敢不敢跟朕去赌把大的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官家都不怕，咱们怕个球！干！岳飞官家死人！大帅，北门快顶不住了，兄弟们饿得连刀都提不起来了，顶不住也得顶，把战马杀了，把皮甲煮了，就算死也要崩掉金兀术几颗牙。大帅，看那儿，龙道是龙道。官家，那个平日里怕死怕得要命的官家，天赐亲征，龙道冲阵，为了救我韩世忠。怎么回事？宋军援兵到了，是岳飞。四太子，不是岳飞，是龙道，是赵构。什么？赵构？他不在临安绣花，跑到这死人堆里来干什么？陈叔，朕是赵构，朕是大宋皇帝，朕带了100万两银子，带了500头猪，1000坛酒，就在这儿。金兀术，你是要韩世忠那个穷鬼，还是要朕这个大肥羊？抓到了，这100万两全是你的，大宋江山也是你的。他疯了，这赵老九绝对是疯了！传令，别管韩世忠了，全军转头，抓皇帝！全军转头，抓皇帝！就在这儿，龙道在，朕在，龙道到，朕亡。今日谁敢推过这面旗，朕就死在他面前，给朕压上去！不加死战！大宋官家居然亲临战场来救自己这一介武夫，你既以国事待我，我必以国事报之。开城门！大帅，外面可是6万金军。老子让你开城门，所有还能动的，只要还能咬人的，都给老子冲出去！夹在前面给咱们挡刀，咱们要是缩在城里，那就是畜生。今日谁敢动官家一根毫毛，老子就咬断他的喉咙！杀！我才是宋军吗？刚才还一冲击溃，怎么现在一个个都不要命了？吴家！疯子，全他妈是疯子！北魏军，完了！难道汴梁已经失守了？谁敢动官家？北魏军，放穿他们！杀！四太子，快走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赵构、岳飞、韩世忠，我还会回来的！收拾了山河，再出发。不死的战马，官家，官家，臣该死啊！臣贪功冒进，累得官家涉险，臣万死难辞其咎。韩大帅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彭举，别歇着。金兀术跑了，但他跑不远，
宜将圣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带着大家给朕追！这一次，咱们去汴梁过年。没船了，宋军的水师把渡口封锁了。还没说，我还没说，把他拉出来，把他也拉出来。赵构、岳飞，你们都给我听着！现在我给你们个机会，立刻退兵30里，放我北归，否则我现在就砍了赵桓的脑袋，烧了赵佶的尸骨，让你们背上弑君杀父的千古骂名。那是先帝，怎么打？这要是逼死了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官家，这拿死人和废人来威胁活人，金兀术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！救我！官家，退一步吧！太上皇若有闪失，天下人会戳您脊梁骨的。金兀术，你以为绑了朕的父兄，就能让大宋低头吗？难道你赵构连亲爹都不认了？你就不怕天下儒生骂死你？骂名！朕若是为了2个人放虎归山，让这黄河两岸的千万百姓再受你们的屠戮，那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，那才是真正的对不起列祖列宗。朕是大宋的天子，但朕首先是这天下万民的君父。孟子曰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为了这大宋的社稷，为了这天下的百姓，儿臣送父皇，皇兄上路。全军听令，为了万民，给朕攻！疯子，赵家出了个疯子，没用了，这废物没用了！等等我们呀！汴梁这座阔别13年的旧都终被收复。我是真英雄，曾回家看盛世的烟花，饮尽了天下。这一杯毒酒，皇兄，罪人赵桓不敢当，官家饶命，罪人只求一处偏院。别磕了，地砖挺贵的。朕没想杀你，诸葛丞相说过，做人留一线。哦，不对，是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拿着，朕给你找了个好差事，嘿嘿，封你为太乙重道弘教大真人，领大宋道教总管。这龙虎山、茅山都归你管，工资朕给你开双倍。好，但是有一条，别管朝政，别见大臣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个弩一次1支箭太慢了，拆下来30个一组，装在一个大车架子上，哗啦一下全射出去。多弓床弩的变种，这个能行。还有这个震天雷，别光听个响，引轰剪短点，绑在箭杆上。金兀术，朕给你准备的大礼做好了。这仗有的打了。四太子，宋军又推进了5里。慌什么？这里是燕山，是我们的地盘。天寒地冻，宋人的火器未必好使。只要守住这个冬天，他们粮草不尽，自然会退。冷吗？回官家，不冷，肚子里还有肉汤，热乎着呢。岳元帅，别让金兀术等太久了。放烟花吧。开火！
妖法，这是妖法呀！儿郎们，大金没有投降的太子，随我死战！为什么杀我？赵构，我不明白，当年的你软弱如羊，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？诸葛丞相说过，汉贼不两立，不是朕变了，是他们不想跪了。一旦这根脊梁骨直起来了，天王老子也压不弯！好一个汉贼不两立，好一个脊梁骨！败在你手里，不冤不冤！大金完颜宗浩，先走一步。厚葬吧，是个对手。传朕旨意，燕云16州，光复，我们回家。别时的黄昏，只留下不舍的体温。相父，阿斗回来了。这一世，阿斗没给您丢人。那个叫岳飞的，脾气跟您真像，又倔又忠心。我没让他死在风波亭，我让他封狼居去了，也算替您去了一趟长安。哦不，是燕京。虽然我还是不太聪明，看奏折还是头疼，打仗的时候腿还是会抖。但是相父，这次我没跑，我守住了。陛下真的长大了。